Hands down, no brainer. From China, going to the Olympia. The crowd knows. Unstoppable.大家早上好，我已经回来了。是的，我从跟之前尼尔的训练当中存活下来了。然后现在一周过去了，这一周我感冒了。老实跟你们讲，确实它的强度很大，当地这个流感确实也很严重，所以我跟我老婆都中招了。你们刚看到她还在睡觉，然后我已经起来，因为普通人可以对吧善待自己，但是我们只能虐待自己，所以每天必须训练。一会儿呢，我约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大咖，昆多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他，一会儿带他去见他的偶像。早上第一步就是要喝水，我大概早上的时候会喝1升的水，稍后的话我就会给你们去做一个饭。我跟龙哥约了11点钟跟他去训练，所以现在就要吃训练前餐。昆多斯的话是上周的时候来了，作为好兄弟，他过来陪我做训练搭档了。欢迎来到米其林餐厅，小萝卜的健康餐。碳水的话，大概我会吃个，因为训练前餐加早餐合并在一起，我会多吃点，60克左右吧。不专业了，不专业了。我们本来是喷油的，喷油喷完了，这一不小心不专业。地震的话，早饭的脂肪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没关系，没关系。神秘的酱料，这是海盐，这是萝卜变干变大的秘密，洋葱粉和重点来了，咖喱粉。这个你说它是煎蛋也不完全是煎蛋，然后炒蛋也不完全是炒蛋。总结一句话，就是把它弄熟了以后。有没有这同学听日听吗？有没有普及报学过？还是再强调一下，这是早上刚起来，肌肉是瘪的。给你们看一下世界上最黑暗的料理啊！这个是唤醒我早上的一天啊！早上大概15毫升的苹果醋，哦，完美15毫升，哎呦，大概150克的水，一勺古丸，一勺这个叫蔬菜粉。这个蔬菜粉的话，基本上你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的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在这个上面，你们可以看密密麻麻的。配料表好像元素周期表。这个作为我的早上的饮品啊。这份饭是鸡蛋的那个腥味儿，在不断的在带一点这个酸味儿。肉桂粉。当当当当。米其林3星大厨之舌尖上的美味之小萝卜健康餐。这餐大概是45克的蛋白质，加上18克的脂肪，再加上55克的碳水，就这样，完美吧？你们是不是也很想吃？把想吃打在公屏上，好吧？这个是没有糖的番茄酱，没有卡路里的辣椒酱，没有卡路里的这个芥末酱，这个颜色出来就对了。我的所有变大变干的秘籍已经被你们掌握了，你们赶紧学起来。让坤坤变干的秘籍，变干的秘籍就是一个汉堡分2次吃。第一口啊，3给你们吃。第一口喝的，我估计你们不想喝，确实可以。
周六，今天，这是我的保健品，你们可以数一下。完了，我给你们介绍这边实例有哪些：复合维生素，单独 VC， 单独 VB， 单独的 VD。这个是维生素，辅酶 Q10， 鱼油的话我吃的是这个。哦，还有补钙的，还有一个是肉桂粉，还有益生菌，所以差不多就这几样，一共8个，然后再加上鱼油，再加上七七八八，大概我在备赛期间会用到的补剂大概有个10几种，然后这些可以能够提供我，因为我现在吃的比较少嘛，然后也容易生病，恢复的也很慢，所以这些可以帮助我恢复，可以帮助我提高我的整体的代谢水平，不能叫提高吧，起码是保持我的代谢水平。我推荐给你们，如果说你们在备赛期间的话，你们可以多摄入一些。如果说平时的话，你像我平时的话，可能也就吃个什么鱼油啊、复合维生素、VC、VB。准备出发，兄弟们！我在等坤坤，坤坤还在臭美。坤坤，坤坤，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个能量饮料，可以代替咖啡的作用，200毫克咖啡因，然后再加上蛋白粉，训练后补充。到了一个龙哥说很牛逼健身房，这个健身房你怎么找到的？这个 ins 上面 ins 上面，这个是个网红健身房，之前我也刷到过他的这个照片跟视频，然后里面设备非常特别，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他们，然后主要是我们今天练胸，听说有一些不一样的设备，一起来学习一下，好吧？我想问一下，我昨天练的腿，你昨天练的腿，而且今天属于倒时差的第5天，还要倒时差，但他在你旁边有没有点动？我昨天只是我们盖点他，好。这边练胸的设备都是放在一起的，这个健身房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也非常人性化。2台练胸的，练胸的，再大概把8台练胸的器械组合在一起，固定设备放在一起，然后练背的在一起，练腿的在一起。然后这种健身房我就很喜欢，这说明这老板真的很懂训练，很懂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健身房。据说这是他自己造的这个楼。我希望加油吧有一天能有这样子一个健身房，就是它不需要那么大，但是它真的很懂喜欢训练人想要什么样子的一些设备，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想一下，你把这些绿色的换成橘色，就跟加五棒是那个感觉很像。对，跟你那个2店很像。啊？明天我们开3店，就基本上不太需要怎么热身就开始。这个比较好的，右边是公众脸，就是面对外面；左脸是面对家人。太好听了！我们都已经练了极限了，如果说一定要热开啊，做一个真正的不要看他的 body， 要是他的 heart。还递减，对，还递减，还有快。第一个动作是一个器械的上斜推胸，然后用的是利剑的，利剑非常经典，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很多商业健身房都有这个设备。然后它非常精确，去刺激到我们的上胸。然后我们加片速度也比较快，第一组热身加1片，然后最后一组加到4片，然后最后一组从4片，然后再做个递减组，然后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正式的一个动作。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的上胸已经非常充血了，甚至我感觉我上胸还稍微有点力竭，
因为刚刚最后一组的这个递减组做的非常。 Can't let everyone step foot in your house, more so in your life. Why you really knocking at my door? Let that energy near you, or you'll be more souls with no light. You ain't coming, then you gotta Go! I don't wanna hear it. I don't need it. I don't fear it. Evil spirit. I just don't be nowhere near it. Really rough time. 这段不要播。哦，习惯就好。在绝对力量面前，其他都扯淡。绝对力量面前，我要挑战一把好起。最后再去样一次。打种的，橄榄球的出血。龙哥保护。 哎呦，有了！没事，可以。这个比一般哑铃要滑，是第一点。第二个，它比一般哑铃要粗。我们亚洲人手比较小，尤其我的手非常小。他们很多人说我减脂的时候不会掉肌肉，怎么可能？我力量也会掉。像我非赛季的时候，100，当然不是100公斤啊，95公斤的时候，推120磅、125磅，还是很轻松的，推12个左右。现力量也会下降，主要来自于体重下降，主要也会掉点肌肉，而且还有低碳，每天低碳，这个难受。 克里斯姐夫一边可以3大片，45磅。男人的虚荣心是很可怕的。前左夹胸主要是我们的下胸，刚刚上胸所有动作都在自己上胸，上胸已经立直了。我本来下胸比较发达，上胸稍微偏弱点，这是大部分职业运动员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会遇到问题，因为地心引力嘛，胸都往下长。但是不代表这个下胸不重要，对于新手来说，下胸比上胸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上胸更重要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刺激我们上胸，现在稍微练练下胸。这个叫 Free Motion 这个设备，这台设备在国内很少见，然后之后家务帮会起码一家店会产生一台吧。现在是不是非常喜欢？之前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个比小龙的价格还要棒一些。这样一旋过来，这个稍微会挺出来。对。差不多。巧克力味儿是吧？这是指尖的力量，会是经常用指尖的男生。我们现在开回去要1个小时，为了保持还有一点能量，蛋白粉得合起来。很多人说跟吃肉有什么区别？它就是便宜嘛。第二点就是方便。好兄弟之间就是说要分享蛋白质，对，有点奇怪，要分享蛋白粉，分享蛋白粉。这是我代言的训练怪兽的这个巧克力布朗尼的味道。确实非常不错，是我喝过在国内买过的粉里面第1、第2的这个巧克力粉了。如果说你不喜欢特别甜的话，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口味。我改天练腿的时候去好莱坞。OK， 好，行，我一定带着克鲁斯。我去好莱坞看。They paid. When I die, put my money in the When I die, put my money in the grave. I really gotta put a couple niggas in their place. Really just left every nigga in a rave. 刚回来就吃了。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的训练后腿，家里面有一个咸内质，对，蛋白质2块鸡，
然后我们的现在碳水是这样子的，我整个备赛期间都在用碳循环，然后我的课程里面也有讲解，是我新的课程啊，里面有讲碳循环。其实我会用低周跟高周，我这周是高周，就整体的碳水会比我上一周碳水的整体的含量碳水要高30%到25%左右。下周和下下周整体会下降，这周的整体蛋白质会往下调一点，但是碳水会提高。碳循环的话，我已经用了很久了，从我第一场比赛21岁一直到现在都在用碳循环，所以我自己对身体很了解了，然后对碳循环这个方法也很有了解。如果说你们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去看一下我这个课程，具体该怎么样使用。碳循环不光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挂钩，跟我们的训练也挂钩。你馋死了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我大概要量200克的这个米饭，200克大概是65克的这个碳水啊。来打饭了。这个在皮质醇升高的时候，这个是救命的。说实话，最近训练很累，然后空空已经不行了。看看碳水是多少？饭好多啊！练胸多少高碳？今天都没有穿上血。作为爱好者，你们就平时我们的训练量，你们看上去不大，但其实真的挺大的。我带过很多人啊，空空绝对是属于训练水平跟训练的质量和强度还算比较高的。在我非赛季的时候能跟上我，在备赛的时候他不行了。上强度开始他就已经有点软了，就眼神已经迷离了，就证明已经身体开始疲劳了。明天我们会休息1天。耶！空空，我问你，你跟龙哥训练感觉怎么样？就以前见到他本人，第一感觉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训练，他对重量有一种眼神，你知道吗？他那种眼神，他这种渴望，就非常期待。然后甚至推完120周再推130，他是还是很期待，就觉得上一个重量不够，让他越练越轻了。对，你第一次你对他印象是什么样的？那很早，那时候斯巴达那张照片，有一张照片可以放在这里啊，这是当时龙哥非常著名的照片，继续看，就这张。啊，我是15年知道龙哥的，见他第一次跟他训练的时候，我也只睡了3个小时。我跟我老婆还没有结婚，我那天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因为太兴奋了。龙哥是我第一个健身的偶像，所以特别开心。我今天也带坤坤跟龙哥练，下次你就可以跟他一起练腿了。没有，刚才没有约这个事情。刚刚约了，你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回放。他是去好莱坞的健身房看一下。今天的整体训练的话，你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以上胸为主，最后一个动作稍微带了点下胸。其实最后一天就每周6的训练都是以补弱项为主。我练胸，我的胸部算比较强，所以我不会把太多重心放在练胸里面。整个备赛的过程的话，我会把更多重心放在练背，所以我练背的话会放我的高碳，然后我的中碳也会放在练背，所以1周的2次的稍微高一点碳水都是放在练背，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会稍微低一点。跟尼尔练完以后，整体的这个状态好了非常多，让我可以更加专注在我的备赛当中。你们也可以持续期待一下，下一次你们想看到谁，我跟谁约练，或者说我找哪一个老师，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别忘了给我个43连，然后继续鼓励我。我希望你们看着我慢慢的变瘦，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强，好吧，兄弟们，你们也要一定变强。